这是霸王项羽第一次带兵打仗，也是他的扬名之战。仅仅带了300小弟就要攻打10倍于他们的东郡，而且还是正面硬刚的攻坚战。原本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但在霸王面前却一切皆有可能。看着这群江东子弟兵在项羽的带领下，不惧生死，越战越勇。很快就冲到了城中最后的一处壁垒，然而秦军居高临下，强弓硬弩更是不断向他们破空而来。见此，项羽便让兄弟们组成一个坚不可摧的盾阵。但秦军见招拆招，立即放出战车，车后各带有盾牌的克星铁海胆。该死的，稳住！没想到楚军团结一心，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，竟硬生生挡住了致命冲击。这时项羽抓住机会猛然跃起，一枪戳爆了一辆车的发动机，战车瞬间失控，随着惯性的作用，纷纷相撞到了一起，当场车毁人亡。虽说项羽大破敌方战车，但他们并没有前进半步，而且秦军弓弩手还在不断射击，如此僵持下去，他们必然破城无望。于是项羽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：卢俊，上城墙，用弩枪，好！只见勇士们不惧生死地推动秦军弩车，最终成功射出2枪，定死在城墙上。项羽见状没有丝毫犹豫，果断冲出盾阵，接着卯足全力一跳，死死抓住弩枪。但这也很容易被秦军发现。为了能掩护项羽，楚军里的一名勇士挺身而出，站在高处不断挥舞大旗，从而吸引秦军的全部注意。此刻不得不提伟大的军事家李云龙，他曾经说过：“兵怂怂一个，将怂怂一窝。”小兵的挺身而出成功吸引了火力，瞬间被射成了刺猬，但他仍旧拼尽最后一口气，将旗帜牢牢绑在自己身上。兄弟，我替你敬仰你的父母，伟大的效忠！呀！此刻的楚军愤怒已然达到顶端，都像疯子一样不顾生死杀出盾阵，只为了和那名小兵一样吸引秦军的火力。项羽也趁机飞上城墙，看着如同死神降临的男人，秦军全都愣在了原地，没人敢上前。还是项羽率先进攻，此刻杀意爆表的他真的可以一个人打1万个。而众秦军面对这位世上绝对的战神，根本毫无还手之力，只是像一群犹如待宰的羔羊一般。而龙驹也在此时冲开了东郡城门，等季布带着援兵赶到时，只看见满地尸体和浑身是血的项羽，这让钟离昧没想到，因一个人的勇猛真可以做到左右战争。而最不服项羽的季布更是当场下跪，一众楚军士兵见状也纷纷跪了下来，他们都被项羽的神勇所折服。项将军，项将军！呀！自此，项羽一战成名，威震3军。项梁也特封项羽为上将军，也从此，这位大秦帝国的掘墓人正式踏上征程。今日过以一敌百，乃是我人生第一仗，离真英雄还差得远。项羽愿与众将士携手，拼全一生，打100仗，拼1000战，直至踏平江山。与此同时，刘邦也在沛县混得风生水起。但时间长了，这小小沛县已然满足不了刘邦的野心，于是他打算主动对秦军进攻。可就在他们准备出发时，却突然有大批百姓冲到县衙来告状，满头雾水的刘邦也只好接见了几名代表。沛公，你手下的人踹了寡妇门了。一旁的妇人便开始哭诉自己的儿子去世不到半年，昨晚儿媳妇就被人给糟蹋了，于是恳求刘邦秉公执法，为他们惩处罪人。这让我们的脸往哪儿搁呀？但刘邦不信自己的手下能干出这种事，便问他们可有人证。这时寡妇的小叔子站了出来，声称对方欺负嫂子的全过程都被他看得一清二楚，可他害怕对方报复，一时也不敢讲出名字。你不说，我怎么处置他？就是你的副将啊！雍齿。刘邦听后顿时火冒三丈，于是连夜将雍齿绑到县衙审问。然而此刻的雍齿却表现得一脸委屈，还说自己天天朝9晚5的为你训练士兵，哪还有时间去做违法乱纪的勾当？放屁！眼见雍齿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，刘邦便讲出他玷污民女之事。怎料雍齿听后却反而哈哈大笑起来，声称你刘邦当年不也是让曹寡妇的肚子变大的，如今你还有脸说我？但刘邦却认为事情的性质不一样，而眼下雍齿的所为已然给起义军造成恶劣的影响，往后他们还怎么在沛县待下去？于是刘邦不得不杀了他来平息民愤。就因为这事，对，你要杀了我？对，我要杀你100。给你倒霉，明天就是你的忌日。你真要杀了我？对，那你就是早就想杀了我。雍齿顿时恼羞成怒，自己刚在沛县一战中立下大功，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要卸磨杀驴，心里那是1万个不服。
次日一早，雍齿就被押到了断头台，由刘邦亲自监斩。全县百姓纷纷到场翘首以盼。这时樊哙忍不住上前一顿臭骂，斥责雍齿简直猪狗不如，不仅坏了起义军的名声，还叫百姓寒了心。面对樊哙的指责，烟熏妆的雍齿却表现得大义凛然，对自己所犯的罪行也供认不讳。好，刘兄。可就在樊哙手起刀落之际，突然一个女人冲出人群为雍齿求情。原来此人正是被玷污的民女。他没有强暴我，我是自愿的。你躲开！自愿的，好的不用你看来。而这突如其来的反转，着实让众人大吃一惊。刘邦见状，便赶紧上前询问缘由，毕竟他也不想对兄弟下手。女子声称婆家人一直待她百般刻薄，自从丈夫死后，她更是过得生不如死，因此她才主动献身于雍齿，希望能借对方之力逃脱婆家的魔掌。可如今她没想到自己会害得对方上断头台，因此恳请刘邦网开一面，饶恕她吧。雍齿，军法如山，你理当处死。既然这女子说她是自愿的，我可以免你一死。但是为了严整军纪，鞭刑50。就这样，雍齿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施于鞭刑，而这每一鞭都像抽在了寡妇的心头。很快50鞭下去，雍齿便忍受不住，当场昏死过去。为了给百姓一个满意的答复，刘邦解释自己之所以放过雍齿，只是想让他将来有机会报效沛县百姓，弥补过错。日后若是再发现有滋扰百姓者，可以向自己检举揭发，必将严惩不贷。而他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，一回县衙他就让手下关上了大门，并严令从此以后谁也不许出府办公，吃喝拉撒都要就地解决。你们犯了一个老百姓，就等于伤了我们自己。记住了，我们不能在自己吃饭的地方拉屎。最后，他再次重申了军法军纪，今后无论是杀人者还是伤人者，只要被他知道了，接斩立决。还有就是滋扰偷盗与不听将令同罪，一经发现立马斩首示众。听明白没有？听明白了。但刘邦这番操作却也引得曹参的不满。虽说他此举赢得了百姓们的称赞，但这也会让其他兄弟们心寒，这么做有点得不偿失。岂料萧何却对刘邦的做法十分欣赏。你以为他还是那个无赖刘基吗？在萧何看来，刘邦虽然看似粗鲁无礼，但在大事决断下从来没有犯过错，并且每次遇到危急情况时，他总能果断想出应对之策。这个正是值得我们效力的人。不得不说，萧何这人真是独具慧眼，前期相中了刘邦，后期又看中了韩信，真是一个妥妥的投资大神。雍齿可是后患，当中受辱，他一定记恨你。